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：林方正访问南太岛国是为了寻求谅解，目的是挑战中国。日本外相第一次出访南太岛国，目的是什么？日本外相最新一轮的出访计划非常的不同寻常，因为他将目的地定在了南太平洋的3个岛国上。哪3个岛国？分别是所罗门群岛、库克群岛以及斯里巴斯。据了解，日本外相从未到访过上述这3个国家，也就是说，这是日本第一次安排外相出访这里。这就奇怪了，日本在这里并不存在什么利益。既然如此，林方正为何安排出访南太3岛国？按照日本媒体的解读，林方正此行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求谅解。谅解什么？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项目，众所周知，自日本宣布核污染水排海项目以来，就饱受各方批评。在大多数人眼里，日本明明有更有效且更节约成本的处理方法，却一意孤行地选择了这种伤害最大的方式，排放核污水，而且也不跟利益攸关方商量商量，就一意孤行地要执行这个方案，这样的行为无法容忍，所以对日本的谴责批评不绝于耳。南太平洋岛国对日本的核废水处理方案也相当关注，因此日本外相此行就是为了获取这3个南太岛国的谅解，以便于日本实行这个计划。当然，这只是日本明面上的说法。在我看来，林方正此行的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获得谅解，更有可能是向中国发起挑战。为什么这么说？首先，这3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都非同一般。中国与库克群岛早在1997年就建交了，与斯里巴斯的关系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，但最近这些年却也突飞猛进，成为美国舆论主攻的一个方向。所罗门群岛就更不必多说了，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去年签订的安全合作框架早就被西方炒作了个遍，这也让所罗门群岛成为美西方眼中钉，各种威逼利诱。而日本选择访问这3个国家，显然是别有深意的。其次，日本寻求谅解的最佳对象并不是南太岛国，而是韩国。一方面，韩国作为日本的邻国，受日本核污水排放的影响最大，也正是因此，对日本核污水排放法案最大的反对声音也是来自韩国。一些韩国专家甚至用对海洋的恐怖袭击来形容日本的排放方案，足见韩国对日本排放核污水的厌恶。另一方面，近期在尹锡悦的单方面的妥协下，日韩关系有了突破性的进展。那趁着这个机会，日本更应该趁热打铁，在核污水排放问题上寻求韩国的谅解。然而，日本并没有这么做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访问南太岛国对日本来说相当重要。最后，在美西方的博弈方针中，南太岛国也是一个焦点战场。消除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是美国势在必行的事情。而日本作为美国的急先锋，突然有了访问南太岛国的计划，很难让人相信只是单纯的寻求谅解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如果日本外相出访南太岛国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核污水排放计划，那劝日本死了这个心。没有人会同意这种恐怖主义般的方案。如果说日本的目的果然是消除中国影响力，日本也可以省省了。南太平洋的水很深，美国都应付不来，何况日本？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